上回说到，经过大妈在兔井囚犯采石场这么一闹，原本关押着合同合宗的牢笼被打开，公认的赤脚九侠第2强的合同合宗终于闪亮登场。监狱的副看守长谢子京拿出了奎因的得意发明易灾弹，疯狂攻击囚犯。路飞和乔巴愤怒阻止。另一边，雷藏把偷来的钥匙送给了基德。基德和基拉这对难兄难弟也即将加入兔井的战斗之中。以谢德金为首的兔井看守们拿着装载着易灾弹的手枪，对着囚犯人群疯狂扫射。这种传染病毒打中人体就会迅速感染，不多时血液就会喷涌而出，被感染者会在无尽的疼痛和灼烧之中持续煎熬着，简直是生不如死。最可怕的是，感染者只要接触到其他人，这种病毒就会立即传染过去，传播速度非常快。这就是感染者们的末路。在经历漫长的痛苦之后，感染者会变成一具干尸，就像是枯萎腐败的植物一样。谢德金得意的哈哈大笑，这就是奎因大人的得意之作，名为怪病木乃伊。路飞十分愤怒，我不管你是木乃伊还是木伊乃，现在我就要锤爆你的狗头。说完，路飞躲开子弹，连续击倒几名枪手。不过被感染的囚犯群体越来越大，很快这些像僵尸一样的囚犯就将路飞和雷藏等人包围在了中间。乔巴忙安抚这些囚犯们不要移动，将病毒传染给别人，阻止病毒扩散。自己身为医生，一定会想办法救大家的。但是没有人再去听乔巴的话，或许大家根本不在乎会不会被救治。这些囚犯虽然被感染了病毒，但是意识清晰，完全有正常的思维。他们怀揣着对路飞等人的怨恨，向他们一步步靠近，准备将他们一起拖入深渊。他们恶狠狠地对路飞等人说道：如果你们不来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就算你们是本该在20年前就已经死去的赤鞘武士，你们也赢不了。没有人可以打败那条腾空巨龙怪物凯多，没有人能撼动百兽海豚的地位。你们睁开眼看看吧，这只不过是凯多的一个部下随便制造的一个武器而已，就已经有如同让人绝望的力量，更何况整个百兽海贼团呢？如果你们不来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这一天只不过像兔井的每一天一样平淡无奇，我们大家也不会遭受这种虐待。路飞怒火攻心，一把抓住离自己最近的一个犯人的脸，病毒迅速感染到了路飞的身上。路飞不管不顾，忍受着灼烧的痛苦，张开胳膊将所有靠近过来的囚犯们全部拦下来。都给我停下来！乔巴等人看到路飞又在干鲁莽的事，慌得不行，大喊着让路飞赶紧躲开。然而并没有什么用，路飞要是听劝的话，那就不是路飞了。路飞对大家的呼喊声充耳不闻，用自己一人之力挡住了所有被感染囚犯的前进脚步，保护了身后的同伴。这算什么恐怖的威胁？算什么让人绝望的力量？和老子当年在推进城见识到的麦哲伦毒龙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刮痧。我认识的武士明明都那么强大，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，你们却怂的一批，看到敌人一点点优势就吓尿了，比窝囊废都不如。靠着做牛做马获得一点点团子苟活，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日常？路飞将那些被感染的囚犯整个捧了起来，狠狠摔在地上。包括兔井的看守长在内，所有的人都被路飞的这一番话给惊住了。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，而且字字诛心。曾经这些人不是和之国的武士，就是黑道地痞。大多数被关进兔井的人，都是因为反抗大蛇和凯多而被制裁了。现在大家早就没了当年的一腔正气，反而变得苟且偷生，成了大蛇和凯多的奴隶。路飞身上的病毒扩散得越来越快，路飞呻吟一声，忍住痛苦，继续给大家鼓舞士气。他告诉众人，自己早就和一个叫小玉的人约定好了，一定要把这里变成可以让人吃饱的国家。外来的人怎么了？外来的人一样可以保护这个国家。如果不能实现这些愿望，这里永远都是地狱。难道20年前玉田去世，这个国家就止步不前了吗？我们是来打败凯多的，任何人都阻止不了。所以现在就做出你们的决定，到底是跟随反叛军，还是继续做凯多的监牢蝼蚁？路飞的一番激情演讲，现场无人不为之动容。囚犯们眼含热泪，哽咽地问道：你说的都是认真的吗？看守长大象哥一看，我靠，囚犯们好像要被洗脑了，这他妈一通演说，蛊惑立刻赶上以前德国的某个领导人了，这样下去还了得？大象哥拿出一个杀伤力更大的易灾弹，这个小小的盒子里面储存了200发携带病毒的弹药，只要发射出去，就可以像下雨一样迅速而密集地落下来，根本躲无可躲。把这200发易灾弹瞄准囚犯人群中打进去，扩大感染，一定会引起更大的恐慌。那时候什么洗脑也不好使了，所有人都得疯。路飞瞥了一眼将弹夹塞进大象鼻子里的大象哥，一个箭步冲过来，在大象哥发射之前揪住他的长鼻子，直接扭了个死扣。我好像看到了非常糟糕的未来了。大象哥的易灾弹打不出去，在鼻子里炸了膛，绿色的病毒气体将大象哥包围，接着一声爆炸将大象哥轰飞。路飞很酷的转过身，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。
尽管身后就是火光四溅和毒气蔓延，路飞的眉毛都没有挑一下。河童表示惊呆了，我靠，这个男人好劲帅呀！路飞很酷的一指蝎子精，对囚犯们说，之后应该怎么做，你们应该了解吧。囚犯们齐刷刷的回过头，看着站在人群后方那个最能叭叭、最装逼又最弱鸡的蝎子精，大家揉了揉拳头，向蝎子精走过去。蝎子精吓得双腿发软，磕磕巴巴的喊道：“你们敢反抗，看守！这可是要杀头的！”一名囚犯走上前怒喝道：“已经无所谓了，我们决定加入反叛军。”囚犯们一拥而上，将蝎子哥按倒在地，一顿猛打。距离鬼之岛决战还有8天，在没有暴露给地方大本营的情况下，囚犯台市场兔警被完全压制。路飞身上病毒扩散的太严重，直接倒在地上。乔巴就现状焦急地扑了过去。万磁王基德带着杰拉用钥匙打开手脚铐，站在路飞的面前：“你还要干掉凯多吗？”路飞微微一笑：“当然，怎么样，一起吗？”基德愣了一下，想到和路飞在一起的快乐时光，他又摇摇头：“海贼团同盟还是算了，这东西最让人讨厌。”因为和海明阿普的海贼团同盟被出卖，基德的心里已经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他和基拉走向兔警大门口，基德用果实能力驱动铁锯吸附在自己断掉的手臂上，变成一个巨大的大爪子。接着，基德猛地一拳将兔警的大门重新轰开。走吧，基拉，夺回我们自己的同伴。本来囚犯们深受激励，准备与警卫们这一反叛军会合，可是得知了草帽路飞是海贼之后，又大声反对。他们对海贼的怨念可是太深了。尽管雷藏和冰五郎竭力的去解释，但是大家却不能理解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。虽然很感激他，但是知道他是海贼后就无法联手了。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背叛我们呢？兔警的某个山洞牢房里，乔巴将路飞拖到这里，临时研发和配置解药。桃之助和小玉随即赶了过来。路飞听见外面铺天盖地的反对声和对海贼的讨伐声，他自己桃之助雄起去摆平外面的那些人。桃之助摇摇头，那些人都是武士，该怎么处理他们呀？路飞举起一块巨石，强行将桃之助赶出山洞。囚犯们看到桃之助之后集体愣住，接着众人大哭起来，一起给桃之助下跪。桃之助大人，您回来真是太好了，有了这个主心骨，大家终于找到了依靠。桃之助愣了一会儿，他知道大家跪的不是自己，而是自己的父亲光月玉田，那是支撑着和之国名为光月的巨大影子，像顶梁柱一样，而自己只会本能的转身逃开。跑着跑着，桃之助想起了自己说的那句话，在下想要打倒凯多。桃之助站住脚，鼓舞自己一定要勇敢，不要怕。他站在众人前，鼓足勇气，将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。他说自己虽然弱小，但多亏有了路飞等人的鼎力相助，相信自己一定会带着众人报仇雪恨。在场的诸位都有同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夺回和之国。辛苦你们等待了20年，在下是和之国大名的继承人光月桃之助。此番话激励了所有人，看来光明就要到来了。另一边，阿修罗童子在得知警卫们等人设计陷害自己，挑拨霍尔德姆与自己的盗贼团伙开战后，十分愤怒。警卫们下跪请求阿修罗童子的原谅，阿修罗童子则带着他们来到了博格镇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。在这里，随着满天飘落的樱花，警卫们和犬蓝看到了漫山遍野的坟墓。阿修罗童子轻声说道：“这就是那20年发生的事情。要坚信虚无缥缈的传说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。10年已经是极限了，大家实在是等不下去了，一起前往了鬼之岛，结果都死了。”原来阿修罗童子和他的手下并非是对玉田以及光月家族不忠心，相反，他们都太忠心了。关于玉田死后的10年，他们一直在苦苦等待传说的应验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们实在是等不下去了，因为再等下去，没等战死，就要先老死饿死了。凯多和大师统治的和之国，每天吃饱饭都是问题，而这些武士本来就上了年纪，身体在一天天衰老，他们根本等不了20年。有人问道：“难道我们还要继续等待那群根本不确定是否会回来的家伙吗？”阿修罗童子一直坚定地说道：“这是石大人交代的话，要相信他。警卫们会回来的，带着桃之助大人。”大家摇摇头，拒绝屈服于大手的他们连食物也没有，开战之前都要饿死病死了。终有一天，凯多的军队袭来，烧毁了他们生存的村庄，捣毁了水井，屠杀了很多人。跟着阿修罗童子混的那些家伙再也无法忍耐，请求放任他们去讨伐凯多和大蛇。阿修罗童子摇摇头，因为光靠他们这一点人，就算集结起来，也无异于是以卵击石，自寻死路而已。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，至少让我们拿着刀去死。迟早都要死的话，我们只想作为一个武士而死。阿修罗童子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说众人要冷静，但大家根本听不进去。阿修罗很生气，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等到今天的？就算现在去攻打大蛇和凯多，也无法打赢，你们很清楚吧？大家沉默不语。一个武士突然笑着说道：“小时候，大家在给自己鼓劲的时候，都会说这样一句话：舍明志，意为舍弃名字，舍弃智慧，放空头脑，放手一搏。”所有人向天空举起武士刀，齐声大喊：“舍明志，舍明志，舍明志！”接着，众人越过阿修罗童子，向海边奔去。那一刻，阿修罗童子仿佛看到了无数的灵魂从海面上飘过来，飘向远方。
当他奔向海边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的伙伴们已经乘上了前往鬼之岛的帆船。这段回忆让人对阿修罗童子再也没有怨恨，反而充满同情。他和姐妹们等人不同，姐妹们等人是穿越时光，一瞬间就来到了20年以后，而阿修罗童子是数着日子一天天的熬过来的，满腔热血熬干了，斗争的激情也快要靠近了。受尽痛苦的20年并不好过，为什么一定要等20年呢？全亮和姐妹们摇摇头表示并不知道，等到事成之后应该就能知晓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阿修罗童子闭上眼，拔出武士刀，眼中流出泪水。我并不是质疑信玉田大人。他将武士刀向天空高高举起，大喊一声：小的们，时间是8天之后，火鸡之夜，以光夜之名攻入鬼之岛，取下海贼凯多和将军大蛇的项上人头，做好觉悟的人跟我来。阿修罗童子终于回归，反叛军队伍得到了强力的支援，再次壮大。赤鞘九侠只等着那个神秘的第一高手传次郎的回归了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